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有件事情让大家又突然看清楚了中共的这些战狼的本质是没改变，主要就是法国的中共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就再次撒野了。他接受了法国的电视台的专访，没想到他突然谈了一个更大的震撼。他说，其实苏联整个解体之后，这些国家解体的国家主权到底是不是还有确定这还不一定。大家傻眼了，这当然引起了这是非常大的国际的一个外交的事件虽然中共连忙做切割，但这个切割到底是切割，还是说这某种程度呈现他真实心理的一些样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就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跟讨论。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分析一下。那很开心，我们这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帮我们来解读。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想一开始就谈到，虽然在过去在加拿大的一个当大使的时候，他有一些失言，可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说他是失言，他更像是在积极捍卫这个中共的政权，在捍卫贯彻习近平主席的所有的一些诉求。简单的说啦，我们在做管理都知道，前面总要放几只狗来咬人，后面才有缓冲跟谈判的一些空间所以大家有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样态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外交官一般都会很谨慎，这到底代表什么？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好，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话说出来之后，的确引起这个国际外交圈的轩然大波。外交官嘛，你刚刚不是提到嘛，他通常是谨言慎行嘛，因为代表自己国家了，所以你的一举一动的洞见观瞻，你都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常常说呢，外交官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演员，因为他不能够真正表达他心中的想法，他得捍卫国家的这形象跟利益跟立场，所以他讲话呢必须非常谨慎。像在外交圈里面出这种事情呢，在外交史上真的不多见所以大家常讲说一句话出来之后呢，惹到14个国家生气，其实不止啊。如果他指的是后苏联国家，那不只是14个，因为苏联瓦解的时候分裂成15个国家，大家数了都是什么乌克兰啦、白俄罗斯啦、这个哈基塔乌土啦、什么波罗的海三国等等，还有一个俄罗斯，大家别忘了。连他自己连俄罗斯都应该是这个主权是有问题的，照他这个定义，所以大家都非常生气。当然很多国家抗议，然后召见大使要求澄清等等。那还有大家有看到新闻了吧？有80个欧洲议会的议员联名呢，要求驱逐他。比方说这个人不适任，这个人就不适合在这地方当大使。其实以我来看，我都觉得还希望留任。他留任对中华民国比较好对中华民国外交呢会比较有帮助。中共官方呢当然晓得这个事情是这个出大纰漏的，所以官方很快就出来要澄清，他晓得他站不住脚嘛，所以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个毛宁女士出来讲，他被人家问到，人家一定问嘛，人家问他那这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什么等等，他说中国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跟领土完整，而且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跟原则。他还加一段话，当时苏联瓦解之后，这分出来的10几个国家，中国是首先进去跟他们建交，跟他们这个重新建立关系跟建交的国家之一。对，那这句话就等于是打脸卢沙野了嘛。那问题是后面你要怎么处理卢沙野，我们还等着看了。好，那这个话出来之后，当然你说中东欧这个国家非常生气。我想有些国家呢，就可能气在心里面，当然可能就会抗议一下。有些国家是真的非常生气的，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说，我们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好，我们是被苏联侵略跟占领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这种侵略，我们被占领了40几年之后呢，我们才恢复我们的独立。他们的表达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晓得这句话在外交圈会引起多大风波。那么这个法国政府当然有点尴尬，
马克宏才去了北京，才见了习近平，然后双方在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然后马克宏还帮这个习近平讲了话，还把台湾踩了一下，所以大家都很不高兴，然后美国很不高兴，所以作为一个地主国的法国呢也很尴尬，你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边我们才跟你这总统的这个国家主席见过面，就这从这纰漏。所以法国也只好出来讲，我们全力支持受到影响的盟邦，他这边讲盟邦哦，然后确认他们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压迫之后呢，取得的独立地位。这话就讲得非常非常明确了，要搞到马克龙都必须出来表态。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问的最精彩的是法国广播电台法广，因为大概反正就是地处风暴中心嘛，他问了3个问题，第一。他说：“那卢沙野讲的话是不是得到了中共的最高层的指示？因为他是不是这样的？第二，如果没有的话，他怎么敢这么嚣张？那作为一个外交官，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不合正常讲话，这讲话实在是过分了。好，这第二问题。第3问题呢，就是那中共高层或者习近平本人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当他知道之后，他会怎么反应？这就我们刚刚说的，怎么处理卢沙野呢？也代表大家对。”各国呢在观看你中国对这个问题呢，你到底什么态度？所以这个我想往后还有一些观察地方。不过你如果说问我第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些呢，大概是我们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老师就不用卖关子，大家一定想知道，老师不要下集分享，赶快分享。老师，那就刚刚我们谈到的这法广所问的问题，我觉得对，这很核心。这到底真的是失言还是被受益？你说我卖关子，其实我不是卖关子，但我还是要把话拉开一点点。我们要观察这个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这个失格的发言，我们还不能只看他一国，对不对？只看一个人，因为如果他个人的行为的话，那真的是，那你就把他调回来就好了。那如果说这项是蛮普遍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批评中共的战狼外交，尤其这3、4年来，我们批评了很多，他们纽西兰发生冲突。跟澳洲发生冲突，习近平当面这个呛过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啊，你这样讲话再往下讲的就不好听了，这是当面威胁呀，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不离谱吗？啊，好，那最近还有呢，美国跟菲律宾呢在最近演习，而美国跟菲律宾演习呢是接在中共恐吓台湾演习之后，中共不是最后又搞了这个一次演习3天演习吗？好了，演习完之后呢，美国菲律宾演习的这前后呢，美国菲律宾就公布了，就说我们在军事上呢进一步合作，怎么合作呢？菲律宾同意在我们现有的5个基地之外，我会另外提供4个基地给美军来建设来使用，所以就是原来已经有5个了，再加4个，这样就9个基地。美菲之间是有安保关系的，是有安保同盟的，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虽然菲律宾的前一个总统这个杜特地呢，好像对美国不太买账，但是民主国家嘛，你选总统了，选领导人上来，你是可以修改政策的。尤其是当你认为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修改政策那是想当然尔的事情。好，所以菲律宾呢也做出这个修改。当然，这修改从中共看起来就是跟前面杜特地时代呢有很大差异。杜特地时代好像说比较亲中共一点，然后比较跟美国去这个对抗，然后就没事就损美国2句，但是他在根本上也没有跟美国怎么样，对他停了几个基地等也没怎么样。可这次这个不一样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好，美国跟菲律宾公布啊，我们现在会多用几个基地。中共驻菲律宾的大使黄希连在这个前几天，他讲了，他跟菲律宾讲。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在台湾的15万名菲律宾劳工，那么我建议菲律宾要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而不是允许美国进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基地来火上加油。他一下骂了3个，第一骂了这个菲律宾你们干了这事儿，第二骂台湾呢搞独立，第3呢骂美国呢火上加油。黄希连的话，大家再听一遍啊！你们如果真正关心在台湾的15万名菲律宾劳工，我们建议你这样做。你如果不关心的话，你就这样做。这叫什么？叫恐吓。你在外交史上很少看到这么明目张胆的恐吓。就像我刚讲的，
习近平对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这样讲话之后，后面就不好说了，跟这个讲说你们这样后面就不好说了，一模一样。这个就不只是战狼外交，是流氓外交了，就是明目张胆的恐吓。在外交史上，我们真的很少看到。如果说回到100年前，你要有人这样讲话的话，那大概就打仗了了。大概就打仗了，或200年前那是一定打仗了，因为你这样侮辱我们国家，那不得了。所以你说刚刚讲说这个，我不是要卖关子或者绕圈圈。所以卢沙野讲的话跟黄希仁讲的话是一样的，跟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驻这个澳洲大使跟驻这个前面这驻别的国家大使讲的这荒唐话是一样的。而习近平也讲过类似的话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这事情不是孤立来看，你把它摆在其话，你觉得别的国家每个国家在跟别的国家做外交互动的时候，你都会做记录的嘛？好，那你现在觉得法国觉得你对我这样讲的这种话，那我看见你对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的话，你对菲律宾讲的话，你对澳洲对其实都讲的话，加起来我就觉得这就是你的外交的样貌，所以我们现在判断你在外交上你想这样干，而你外交这样干就表示你后面有个战略意图，所以大家在用这些东西来推断它背后的战略意图。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解读了。所以绕了圈圈，我们绕回来，我们解读的就不只是卢沙野了。对，卢沙野他讲的这些话，好，第一呢，他可以是个人口误；第二呢，是战狼演戏。我们过去讲过，我们说外交官嘛，他其实另外角色呢就是演员。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呢，必须是如实的反映这个国家的他自己本国的外交政策跟立场，所以他必须要演戏的。表面上呢，必须是这个冠冕堂皇，然后必须是这个中规中矩。私底下怎么做呢？大家心里有个默契在那里。所以过去讲的，你说话讲得很重啊，什么等等。秦刚到美国当大使的时候，开头不是也讲好话吗？两边什么？后来不是也讲很难听的话吗？所以我们说是演戏，这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我们认为更可能什么呢？暴露中共真实的战略野心。也就是作为这个中国驻法大使，他回到国内呢，到外交部呢，他不是副部长就部长级了就差不多这个等级了。因为法国毕竟是个大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国家都很重要。好，所以他这个等级呢，他会知道很多的讯息，知道很多情报。他讲的话呢，要么就是奉命演戏，要么就是冲口而出。那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奉面演戏也好，或冲口而出也好，他都暴露了中共战略野心。好，那你说这样讲话不太可靠，就凭他这句话就暴露战略野心吗？我们举一个例子，上次我记得我们谈过这个问题3月22号不是习近平去访问这个莫斯科吗？然后见了普京吗？双方也签了这个联合声明啦，然后讲了这讲了那。虽然习近平没有真的讲我一定会支援你啊，军事上的什么帮助你等等，但就讲到中俄合作啦，什么什么友谊等等，讲了一大堆话。但临别的时候，我们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习近平那时候呢突发豪语，转过身来跟送行的普京说：“现在我们面临国际的100年变局这中有一个部分呢，我们共同来推动，保重。”那他手伸去，普京毫不犹豫就伸手双方就紧紧握在一起，表示说我们共同来改变这个国际秩序，改变这个打造个国际变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的确是影响了大家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看法，尤其就是中共跟俄罗斯在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战争打到方兴未艾的时候，你习近平冒着天下之大不讳，你跑去访问普京，而之前你从来没有批评过普京，也批评过俄罗斯的行为。然后你现在去讲去了，见了面之后呢，也没看见你说叫劝普京不要再打了什么等等。所以我们认为什么呢？你客观上是在支持普京，挺普京，让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样子呢，让战火延烧下去。我们过去讲过，对于这延长战争是有帮助的。而延长战争呢，从习近平看起来，这场战争呢，同时可以拖住美国、拖住俄罗斯跟拖住欧洲大国。对我来说呢，是一举三得或一石三鸟之势。那还在第4鸟就是美国原来要对付我的，那现在他分不出来对付我了，我是一石4鸟之势。所以我们讲习近平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跟动机呢，让战争持续下去。
那其实捷克总统后来说了这个话了，所以习近平讲到豪语呢，我们觉得说恰巧就呼应了这个卢沙野这段话，或者这样说吧。卢沙野的话呢，反映了习近平这句话。是，那针对这部分，是不是老师也可以再更清楚，让他了解？因为脉络显然越来越清晰了。就是卢沙野所说的，现在看起来是一定有所本啦。也许他在个别某些誓言上面有问题，但大体上那个底子里面是没有改变。其实他就是这样的想法，只能说他有一点脱稿演出，稍微讲不好或台词背错，但可能概念上是没有变的。我认为你讲的很有道理，概念上是没有变的，也就是。他那个思维是在那里，那问题是这个话要怎么说出来，说不说出来，说多少，那个是一个场合的问题，或者当时情绪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人，你看他过去曾经多次脱稿嘛，然后说了一些不恰当话，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可能有点冲口而出。但是冲口而出呢，我们再说一次，不是无所本嘛，就这意思嘛。好，所以这个话我们可以怎么解读呢？我们刚刚不是讲。原来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想法是，我希望俄国打赢，然后大获全胜。当俄国打赢、大获全胜的时候，欧美被吓住了。欧美被吓住的时候呢，那你们这边动不了手，那我打台湾呢，相信你也不敢怎么样，因为你们怎么看都是会认为我比俄罗斯要强，对不对？我的经济是俄罗斯10倍以上。然后我的军事力量现在可能核子武器不及俄罗斯，但其他方面呢，我相信不输太多。所以习近平认为，我打台湾，然后我吓阻美日呢或美日欧呢，我是有把握的。所以他的上策在这里。那今天这个话呢，这个卢沙野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如果这些国家，中东欧这10几个国家都没有主权地位的话，那我等于是变相鼓励普京，你打完乌克兰之后，再把其他国家再动手打一打，因为他们都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嘛，不就这样子吗？是，他话就这意思嘛，所以他等于是变相的这个鼓励或怂恿这个普京呢，你再继续打下去，然后恢复前苏联。那普京有没有回过头来呢？有啊，普京这前几个礼拜呢，在新闻上各位可以看到，俄国的高官出来讲。这个这个台湾呢是这个中国的内政问题，然后台湾是叛变的什么等等，意思就是你也去干这事儿，甚至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新闻，当然这个新闻最后就当然有点争议，就普京具体到底说了什么？我看到的版本是这样，我看到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他说，习近平呢应该拿台湾，然后习近平是准备打仗的。甚至他讲说，习近平准备跟西方打仗。这话你仔细玩味一下，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准备跟西方打仗呢？不就是为了台湾问题跟西方打仗吗？你不会说没事没头没脑就跑去跟西方打仗，一定有个原因，有个由头，这个由头就是这个台湾。所以等于就是普京煽风点火，你去搞台湾，然后我这边呢继续打乌克兰，我能够稍微轻松一下。你觉得双方，所以有人说啊，你看中俄是战略上的好朋友，所以他们互相支持。你可以从另外角度解读，这叫什么？互相推对方上前线，为我火中取栗嘛。因为我现在火烧身了，所以现在希望你那边放把火，这样减轻我的压力。我希望你为我火中取栗，然后我也希望呢，这个反过来你也希望我为你火中取栗。所以你说中俄关系非常好，不是？这叫尔虞我诈。但是不管是相互呼应或尔虞我诈也好，它至少造成一个结果，这就我们前几年一直在讲的。中俄呢，中共对于台湾，俄罗斯对乌克兰呢，他们这样一动作之后呢，的确是形成了犄角之势，对欧美呢同时形成压力。现在我们讲了两三年，大家慢慢相信了，慢慢接受了。不但是这形成犄角之势，而且他们现在开始要东西呼应，呼应什么呢？破坏国际秩序。所以对欧美这些国家来说，我们过去担心世界大战有道理啊，我们过去不是讲过几次吗？然后很快，当时这个我记得，去年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俄乌战争没有爆发前，当时西方的那个报纸上有一个漫画，忘了是哪个报纸，画得非常传神，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小坡，小山丘小坡，然后有棵大树是树洞，树洞躲了这个2个人，一男一女。然后上面呢有几匹马呢，耀武扬威，在那想要追杀什么看，
底下那男人就问女人说：“这个我是泽连斯基小姐，请问你贵姓大名啊？”那边小姐说：“我是台湾。”所以西方的这些漫画家感觉非常清楚，就是这两者是联动的。他是用漫画的方式表现，我们是用论述的方式告诉大家。所以刚刚讲说那个联动呢，那的确是存在的。是哦，当然每次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有一些人会来挑战啦。这样的论述，我相信又不断在走，甚至也许啦，另外一些频道上可能会赞扬卢沙野真的是国家真英雄之类的。所以老师要不要针对这部分，再针对有一些资讯的部分，可以再更完整让大家看了解？可以，当然没问题了。其实这问题要谈起来还很多，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挑几个重点讲哈。第一个就是呢，如果说你对中共的外交呢有过一段时间研究的话呢，中共讲一句话呢，讲了现在是2023年，讲了差不多没有20年15年了。有一句话叫做多极世界，或叫多极化。现在我们的晓得这个国际上只有一个强国啊，就美国的强国，所以我们叫做单极世界，或叫做一极世界或独强。在过去美苏对抗时，我们说是两极世界或者二元体系。好，那么现在有一极、有两极或二元或一元、两元。什么叫多极世界或多极化呢？就是对我承认现在是一极世界或者一元世界，但我希望多极化。什么叫化呢？就从一极呢慢慢变成多极，从一个强国慢慢变成多个强国，叫多极。什么叫多极呢？我们翻成白话，多极是谁说的呢？中共说的，也就中共大概在10几20年前就开始讲到多极化。什么叫多极化呢？我们彻底否定美国的一元霸权的地位，我们希望多极化。多极化结果就是分散美国的力量，削弱美国的力量，削弱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力量。好，那么削弱就是谁来取代或谁来上来呢？中共当然想上来。所以过去在1991年前后，其实90年讲的准确一点。90年，当时苏联开始瓦解，然后东欧开始变天了，东德啦，然后波兰呢，匈牙利一个开始瓦解的时候，邓小平当时他当时还活的，他召见了这些政治局常委里面一些重要人物，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现在这个苏联可能瓦解了，但是就正在动摇当中，苏联可能瓦解了，他可能会少这些地方。这个苏联的国力这个会大幅下降。他说，不管怎么样呢，就算苏联瓦解的话呢，咱们中国要算一极。1990年邓小平讲的话，大家回去查一查，邓选上就查得到。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大概在2000几年之后呢，这个概念越来越明确。所以多极化呢，中共讲得非常明确。所谓多极化或多极世界，官方这么说的，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替代方案。美国霸权推动世界各国形成了壁垒分明的阵营，使局势更加紧张。这官方的原话，很清楚了吧？所以你刚问我说要更确实证据，这个就是确实的证据。共产党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打造共产党开始，他第一天他就晓得，或者他就宣布，我们今天看到人类秩序全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家打造的秩序，我们不要这秩序，我们否定这秩序，我们要推翻这秩序。所以共产党人100-200年来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用他的秩序来取代。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并不反对秩序的改变，问题是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成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均富，这个我们非常赞成。改变成为一党专政，然后这个独大，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人权、没有法治什么等等，这个我们不能接受。所以现在反对这多极化的不只是我们，而事实上有识之士呢，慢慢都看见了。不管你一极，不管怎么样，共产世界或共产理论不能成为其中一极，这是必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更不能让共产政权来取代美国那一极。所以这是几个层面。那中共当然不会放弃了。马克龙，我们刚刚不是要说马克龙访问中国大陆吗？马克龙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习近平跟他单独谈话嘛，习近平很明确讲，他说你们欧洲应该成为独立的一极。
马克龙他很想成为一极啊，很想成为欧洲的霸主，领着欧洲成为一极，跟美国去分庭抗礼了。所以习近平猜中了心思，我讲说你们也是一极。当你们也是一级，美国也是一级，我是一级，至少就3级了嘛，这就多极化嘛。是这个看起来也有点在做分化，然后他在其中让所有的这些我们刚提到原来大家稳固的阵营把它分化，让它分开。我老师刚刚提到这一点，也让我想起在整个3月15号左右，习近平跟全球政党有一个要做所谓的全球文明的倡议的这个说法，我就还蛮好奇，这个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一些关联呢？哦，完全有关联。你这样讲完全有关联。事实上，它不是，中共在这段时间发射了什么所谓全球什么的倡议，这第3份了。第一份呢是2021年9月份，他在联合国大会呢讲全球发展倡议，也就是我们怎么发展，怎么更好的全球化，这第一个。第二，去年的4月份在博鳌亚洲论坛，他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也就是要打破美国垄断的壁垒，因为是美国制造问题，美国制造战争，所以我提出了它全球新的安全倡议，这第2个倡议。第3个就是讲的全球文明倡议。所以这3个东西加起来，其实还不止于此了。这回应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什么多极世界等等哈。你刚刚讲的是3月15号，3月中嘛，对不对？3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日报》呢发表一篇文章。在第9版啊，整1版啊，标题很长哈，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我再读一遍，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换句话说，我要提出一套跟美国、跟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6观。我要取代你们。我只能说颠覆了我的3观。颠覆了，它有6观，颠覆了3观，是。对，跟我们想象都不同。这文章呢，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不讲，而且痛批西方国家呢输出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不是输出的。你去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的时候，每一个国家工业化之后呢，它内部走路线大同小异。为什么？这是工业革命推的结果，这是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讲的话，你们回去查查就知道了。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他都这么说的，也就是今天先进国家的今天就落后国家的明天，他讲的非常明确，他是单线史观。然后这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讲了第3点。这些国家试图以西方中心的世界观框定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将广大开发中国家视为其现代化的附庸。这句话不对。马克思也讲过，列宁也讲过，都是你们老祖宗讲的话。当这些国家强大之后，他自然就把别的国家卷进来。所以翻成白话就是，别的国家不急起直追的话，你就被卷进去，就会变成附庸。所以问题是，你要不要自己急起直追？重点在这里，而不是说必然成为附庸。好，那最后一点，这篇文章讲到，他们大概在这篇文章啊，8000字文章60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大力鼓吹所谓的北京模式、中国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呼应我们刚刚讲的，要打倒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打倒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然后要推动我们的中国模式，推动北京模式，这才是中共真正战略野心。所以这样回头去解释卢沙野比较完整了。也就卢沙野的话呢，放在这个中共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放在他的这些各个这个外交战狼的这个言行上面，然后放在习近平个人言行上面，这样才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全貌。所以卢沙野讲的呢，我觉得暴露了中共真正的战略意图。那今天非常谢谢明老师哦，针对卢沙野的议题也把这个脉络把它延伸许多的一些面向，让我们来了解，但也让我们沉淀下来思考一下，我们接下来所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那我们当然在未来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相关的这些议题。那再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再次感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
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陈晓弄。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范畴老师，来讨论几个大问题：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这两个大问题非常大，好像也很深奥。那么，首先我们邀请范畴老师连线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范畴老师您好。小农老师好，圣经最前线的全球观众们大家好。谢谢范畴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认识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这两个话题大哉之问。那么我想台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您出国的时候用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上面写的是 Republic of China。不管说这个国家承不承认中华民国有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人家承认这本护照，所以台湾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畅行世界各国100几十个国家，很多国家是不要签证的。这就是台湾得到国际承认。有没有外交关系呢？是中共在干扰的结果。所以外交关系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政治操纵的，但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来认识台湾的这个说它归属也好，这个它的存在也好，就很自然就回到了范畴老师这个12年前，这个他写了过去的12年当中写了很多，说他最早的2本回答了2个问题。这2本书，一本是台湾是谁的，另外一本书是中国是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很高兴和范畴老师一起就这两个议题来进行讨论。小农老师，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能不能容许我稍微澄清一下？您刚才提的这2本书就是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其实是我11年前、12年前我所写的10本书里面的最早的2本。那个时候呢，我是刚刚在中国待了大概20年以上回到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非常的看问题的方式甚至于比我今天还要新鲜，还要敏锐那么然后这10多年来呢，我其实不管我写其他任何题材的书，其实我自己发现其实都脱离不了这2个问题：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然后我非常这个怎么讲也算是一种高兴吧。我竟然在说今天2023年，我发现说我在2011年、2012年写的这2本书里面所谈的未来所谈的主要的命题竟然就是这样如此而发展的而我的大概这些年来的观念也都没有离开这2个主轴但是事实上，如果从那个时事新闻上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法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正在打秦刚的嘴巴嘛那秦刚也用他的方式回击了嘛那卢沙野说这个中国这不承认这个这个苏联解体之后的这个10几个国家的这个主权跟领土嘛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卢沙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也不承认有现在所谓的 Russia， 有所谓俄国的这个换句话说，如果按照卢沙野的逻辑，这个普丁这个人本身执政就是非法的他执政的政权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承认他嘛
那当然，那所以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问题的这个逻辑啊，是需要厘清，而且是这么的重要。那么绝对不能够像北京啊，或者说中共这样的随他的需要啊来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权问题，或者说著民自决的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未来1-2年是台湾的历史节点啊。但是它也同时是中国的历史节点，甚至于是历史的节点。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访谈的内容中间的某些东西，搞不好会成为某种这个历史文献。我插一句啊，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认真的听一下，因为刚才范畴老师提到那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今天节目里他要谈到的不少观点，可能在历史上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或者留下很重的痕迹的，所以会成为历史文献。我不敢完全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我们谈的议题还有我有可能我所等一下我会连带表达出来的某些观点可能会有您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了那么比如说在《台湾是谁》的这本书里面我的就是长篇大论，一本书10来万字，对不对？但是长篇大论其实讲到最后就一句话，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台湾是世界的那么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这本书12年前出版的时候，台湾的读者自己会笑，你知道，看了很多读者他会笑，他说第一次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您知道，这是中国最飞黄腾达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说什么这个中国收回台湾台湾这个是迟早的事，中国赶上美国也是迟早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语境里面，只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两岸概念那我在那本书里，我首先就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叫做世界上没有两岸问题世界上也没有台湾问题，世界上将来只会有中国问题这是我2011年所说的话而台湾是世界的这个命题，现在2023年已经成为至少是西方的共识了，是不是？对，比如说成为现实了。比如说欧盟前几天的宣言里面就是明白的就讲出来，台湾就是世界的这个世界的问题如果台湾不稳定台海不稳定，世界就不稳定，那美国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所以呢台湾是世界的，这不是，甚至于不是台湾人的选择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那我也许稍微有一点带一点遗憾的讲呢，这个台湾是世界的这句话呢，到现在呢居然还不是台湾人台湾内部的共识台湾那么这个这个是这个是非常怎么讲遗憾跟奇怪的一件事情了但是等一下我想我们会继续的这个延伸那因为在我接下来介绍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状况之前会因为是长篇大论小农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点想要补充或者交流的
免得我太长篇大论了。那倒没有，我倒是很受你的启发，就是感觉说现在台湾人可能慢慢在潜意识里意识到说全世界这么关注台湾，那么大家会感到很自豪。但是呢，反过来从您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就台湾是属于全世界的，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地球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才会出现日本这样的说法，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对美国来讲也是台湾有事，美国有事，欧洲也是。台湾人重要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刚才你讲那句话，我是深有感触，就是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还是在两岸关系的这个框架里头、窠臼里头跳不出来。想什么问题都是很自然而然就想到对岸的框架去了。是的，但实际上台湾不属于对岸的框架。是的，很多人，很多台湾人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包括很多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他们都觉得怎么样？他都有一种宿命感的宿命论感，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这个好像是一种宿命那么我的这本书还有我现在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就是说这是错的，对不起，老兄，你错了。如果要讲宿命的话，台湾的宿命就是台湾是世界的。我觉得有3个主要的层次是能够被忽视的。当然，第一个是国际法的层次，那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的层次，第3个是人民意愿的层次，那么这个从国际法的层次呢，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台湾是谁的这个问题都被国际政治迷糊了。这个国际政治有来自这个中国本身的，也有来自美国的，甚至于有来自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但是呢，现在呢，已经逐渐的清晰了。那么我是认为这个台湾是谁的，在国际法的层次上，一定是走上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也就是说，二战之后，这个旧金山合约中，那么日本放弃了台湾的主权，但是大家并没有讲定台湾的主权属于谁，然后美国是用太平洋总部的这个身份，把台湾暂时托管给当时叫做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是托管，但是并没有说台湾这个岛屿是属于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那这个叫做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会是未来台湾的国际地位的这个走向一定是如此。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也一定是反对到底那么因此而用什么方式来这个定案会不会走到战争的形式，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在国际法的层次上面我觉得是如此的那么然后谈到地缘政治的现实层次，之所以台湾是谁的这个问题会打迷糊仗打这么几十年，不就是因为国际现实政治吗？对不对对，所以国际现实政治这个因素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台湾呢，我说过多次，我的比喻就是说，台湾就像一家很精致的瓷器店，但是很不幸的，它开在了大象的旁边，
所以大象跺脚，你家的这个瓷器就会摔碎啊。大象想冲进来，你这个瓷器店就很麻烦啊。那么这个地缘历史的现实啊，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1000年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你从大陆文明的观点来看，台湾就是一个大陆文明的边陲，但是你从海洋文明的观点来看，台湾就是海洋文明的起点那么我们来看看台湾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住民的这个结构台湾最早的是现在台湾是叫做原住民，这个是属于南岛语系的。那么历史学家跟考古学家还在争论台湾究竟是南岛语系的起源还是终点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但是台湾是它的原住民是属于南岛语系的，这个没有问题，一直到新西兰、纽西兰到澳洲到这个波利西亚它南太平洋那么然后呢西方的殖民者来了，就是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大航海时代到了台湾留下了不少的痕迹，虽然时间不太长。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来自这个旁边的这个大陆文明的这个大量的移民，大概有几百万人吧大量的移民。那么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发生的这个马关条约，就是台湾又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也有日本的这个文明文化的这个因素那么最后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就是1949年，从大陆文明，也就是台湾旁边这一块1000万平方公里的上面的各种的民族的一种混合体，因为这个国民政府当时是一个混合体里面包括了东北人，包括了满族人，甚至于包括了少部分的蒙古人、新疆人，那江浙东南沿海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200万左右的移民到了台湾这个岛上面。所以我最严格的定义呢，大家要非常的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是原住民加上殖民，这里包括西方的殖民、日本的殖民，包括移民，包括难民因为1949年国民政府他是以难民被打败的一方的身份跑到台湾来的，是台湾是这么样的一种组合。那么但是走到了今天70多年后呢，台湾现在这个共同意识体这个意识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形成了，而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那其实这个是符合2战以来的这个民族自觉，或者说联合国宪章里面的这个住民自觉的这个原则跟精神的了那么所以很多人很抱歉，我得恐怕得要这样讲的，就是很多你中间多半是属于中国方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块土地上拿他的身份证的人这个中国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性，本身是一个有共同体意识、可以住民自觉的一个独立实体的这个观念其实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脑子走不出浆糊堆的这个现象了。因为当他们同样看到
比如说北爱尔兰要从英国独立他不会觉得太奇怪听说他听到魁北克要从这个加拿大独立，他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对不对那么西班牙的这个那个叫什么Catalonia 举办公投，90%的人那么都赞成独立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都不是，这是天天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这2年来呢，尤其是就是说我们2020年大概在这个川普这个参选的这个整个事件一直闹到今天还有接下来的2024的美国大选我相信这个加州独立、德州独立、德克萨斯州独立这个问题又会在美国社会也会引起讨论已经讨论了不少时间了，已经讨论了不少时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台湾独立就是说台湾有人强烈的要求独立，这有什么稀奇呢？尤其是在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国际法上面，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这个历史背景下，这个是非常正常应当的事情那所以呢，这里呢，我想小红老师，对不起，借您这个节目我想对所谓的海外中国人一般我们讲的海外中国人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过去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到达美国或者欧洲的这个海外中国人，我想考验一下海外中国人，可以吗？就是请啊，因为太多的海外中国人天天在那边喊自由、民主、法治，希望中国民主化，对不对？太多的团体他们说希望中国的民主化，那么我觉得海外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向往中国民主化，或者脑子里是不是真的有民主化的概念，只需要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请问新疆人要独立，你赞不赞成？台湾要独立，你赞不赞成？如果你一听到台湾独立这个话，你就反胃，你心理上就马上就这个怎么讲这个反感，或者说这个某种感觉就出来的话，那么很抱歉，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就是说你虽然天天嘴巴里讲的说期待中国民主，但是其实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民主，你没有过民主的经验。你如果在美国，你现在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投过票那我告诉你，你那个也是假的，因为你的内心并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那么所以各位看看，就说我们在联合国著名自决的这个原则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国家对不对那么走到今天19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发展的很自然的这个趋势那么然后呢，在国际法上面呢其实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ROC 在国际法上依法论法是还存在的，只是承认它的国家很少，而且都是很小的国家那么所以那么美国是叫做一中政策嘛，对不对它跟中国的这个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嘛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在现实上呢我在您讲的您提的这2本书之后，我又写了好多书。在最近2年的几本书里呢
我提出来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理论，就是美国借名片论，就是美国会向台湾借名片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地位未定论，对不对？那台湾现在有好多张名片它又叫做 ROC， 它又叫做台湾，它又叫做台澎金马关税区那么参加奥运的时候叫做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但是现在还有多了一个西岸那边创造的，台北国有总统的。哈哈，你这个消息您也知道了，是那么所以小龙，您这里我们就顺便提一下，说这个几年前这个您提到希腊嘛，希腊跟这个马其顿 Macedonia 已经几十年来都在几乎要打仗了，就是说究竟 Macedonia 这个名字是属于谁的嘛？后来 Macedonia 就说我送给你好了，我不要了Macedonia 这个名字结果 Macedonia 另外取个名字所以名字这个不重要了那么我认为在现在中美这个在全球霸权斗争竞争的这个态势下，美国最终一定会向台湾借名片，只是在2023年我们还看不出来他会借哪一张名片。他如果借 ROC， 这是一个什么意义？这个就是2个中国了，对不对？也就是说3个公报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你中国自己你推翻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嘛，香港你不承认了嘛，你说的是历史文件嘛，那么我们3个公报也是历史文件，所以我借 ROC 那么这个是就一步到位了。那另外一个方式，他可以借台湾，那但是他那时候借台湾就是在往 Republic of Taiwan 台湾共和国在走了，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台湾政府是一种务实的做法，这个在我是认为都是台湾跟美国怎么讲有默契商量出来的结果，就是您看这个蔡英文现在讲话都是ROC 括弧台湾，对不对？中华民国台湾，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牌对啊，这个就是在替美国将来借名片就看你要借哪一张。那美国借哪一张名片，坦白讲要看北京或者中共是不是像也就是说我可以禁酒不喝，我可以让你喝罚酒，如果连罚酒都不喝，那我就可以灌酒。所以到时候究竟是借 ROC 还是借台湾，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借名片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最近不久的这个几年内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很不幸的，这个国民政府带来了一件大国的外衣这个大国的外衣就包括宪法体制，包括这个什么还包括你今天到台北市还有什么重庆南路南京东路什么这类的名称就是说他把这个国民政府呢，他把这个曾经管理过1000万平方公里、5亿人口的这件体制的大衣，还有这个意识形态带到台湾来，强加于台湾的身上，然后洗脑几十年。他说华人拜托你不要再落叶归根了好不好你落地生根好不好？因为落地生根这个概念，这个文化概念，只有中华文化里头有。我想这个日本文化里头似乎也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欧美文化就更加没有了。
所以中共老是在讲什么同种同文，血浓于水。我就想说，这个世界上同种同文、血浓于水的民族太多，这样的国家太多了。英国、法国是同种不同文，德国、英国其实连俄罗斯，古代的俄罗斯和德国，那女皇都还是德国来的。是列宁是德国人的，是列宁有分之一的血统是德国，是德国血统的哦。对。